说你们别进沙漠啊，进沙漠炸死。我说什么玩意儿？锄奸组的队长拿着 AK 球过来了，直接戳着我脑袋问我：“你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怕过和后悔过？是不是为了流量？”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耀阳，我是纳兰。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离开了伊朗，来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到现在啊，我们还在回国的路上。我发现啊，我们发了我们72小时穿越伊朗火线的视频以后，有很多的网友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网络，没办法一一给大家回复。对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。首先有人问说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穿过伊朗回国？能不能绕路或者坐飞机呢？是不是为了流量？对，首先是这样，这个事情发生的情况和大家看到的视频有一定的时间差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两伊在开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当时已经到达伊拉克了，就是已经在伊拉克了。结果伊以冲突发生了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归国的路上了。我们的车特别的巧，它坏了。是这个视频后边会给大家出。当时在修理车的过程的第2天，他们打起来了。但是当时我马上就研究了路线。当时伊拉克很多的人逃往土耳其，约旦的领空、伊拉克的领空全部关闭，约旦的关口直接关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我们在想回到约旦，回不去了。是，而且主要是我们没有车。对。我们也没有腿，车不能放这儿。这辆车和在国内是不一样的，说我交点停车费停这儿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不是钱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是在说，你这个这么危险，你去伊朗，你把车停在这儿不就行了吗？对，其实我们不是去伊朗，我们是回家路过伊朗。如果不是我们的车坏了，在两伊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正好在德黑兰。没错，刚好应该是在德黑兰。结果当时我们被锁在了伊拉克。对，车不能长时间放在伊拉克，因为我们的车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对，超过这时间，如果你还放在这个国家，可能要出很多的麻烦。是的，而且主人不在这儿，你又是辆外国车，回来这辆车在不在，可真不好说。还有一点，这辆车驮着我们穿越了阿富汗，去了也门，去了叙利亚，穿过了这个沙特阿拉伯，驮了我们这么久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最后我给人家扔在这儿，我们自己回家了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一辆车，冰冷的一辆车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它就是生死兄弟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我们去土耳其，我们没法回国，我们的人可以飞回去，车走不了。因为车要不然就进俄罗斯，要不然去亚美尼亚。其实我在视频里有说，进俄罗斯我们必须要纸质型签证，没有纸质型签证不行。但签证我必须要飞回中国办去，那等于是无解。然后第二点就是，如果去亚美尼亚，这车，我们的车没有 ATA 了，已经不是这个道路公益组织成员，我们没有一个合理法的身份，就像托运似的，把它给运到土库曼斯坦，没这个手续。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，其实你们考虑到的，我们已经找了很多的方案，但是我们觉得这样是最快通过，而且我们也有想过里面会发生一些情况，我们也有预感，然后也有这个预备，怎么样去处理才会做这样的举动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倡导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到底是不是为了流量而进入伊朗呢？其实我觉得经常看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从来都不是哪里有流量就去哪里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行程是固定的，我们从这里到这里不能像别人一样突然间飞来飞去，我们是一条路线归属下去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在伊朗是无法拍摄的。对，在我们进去之前我就知道它会非常的困难。其实大家知道，一路看起来，我在叙利亚的视频流量比伊朗还要好。对，我竟然把我的叙利亚给中断了，我还有好几集没更新。是我直接把伊朗拿出来先给大家看，是因为它实事的。我在伊拉克也拍摄了视频，我也中断了，这些流量我都不要了。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个现在的伊朗它到底什么样。是的，有些人问说，你们穿过伊朗，你们为什么没有通知大使馆说，让大使馆说怎么样保护着他们怎么样？哎，为什么？第一，
我们不想给大使馆找麻烦。是。第二，伊朗这个时候已经没网没信号，我们什么时候进伊朗，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。对你打不了电话的，你打不通的。因为在当时特别短的情况内，我们有可能是返回伊拉克，再找其他的方式，所以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。对，没错，因为现在的伊朗非常的复杂。那么有人问，你们在伊朗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儿？其实我觉得每一天都在经历。第一天我们在进伊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心里是做足了准备的，我们已经规划好了详细的路线。虽然联系不到里边，但我们通过外边的朋友，我们要找一条非常安全的路线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电量大概是100%。对，当然后来从伊拉克进伊朗几次失败，这电量从80、60、40、20，等真正进到伊朗，当时我们直接被他的除奸组带走了。是。除奸组专门去找间谍的这个组织啊，给我们带走了，把我所有书包里的电子设备、手机、包括这个麦克风啊，包括什么这个录音笔啊、内存卡，所有的东西摊了一桌子。因为我们毕竟是自媒体人，平时带点这种小的这种拍摄设备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其实就俩手机，很正常。但是依然他会觉得你们来这儿是非常危险的。他会觉得你会窃取机密啊，或者是会干什么，所以他对我们可以用来说是拷问。对啊，就不是严刑，是拷问。每一个照片，这是哪儿？你在哪儿？跟谁说了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完了，你第一天准备到哪儿？第二天准备到哪儿？非常的细致且严格。这即使我们已经做了心理准备，但是跟我们想象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而且我觉得第一天进伊朗之后，然后我们第一天没有办完，然后接着第二天又办，然后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之后，我觉得我们的电量基本上就剩10%了。没错，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除奸组的队长拿着我的那个拇指相机，直接戳着我脑袋问我：“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带它？你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”真的，当时纳兰在车上，他在被叫过来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个，手机不许动，相机不许动，电脑也拿出来了。然后，其实当时你说心里紧张吗？肯定是心里有点紧张的，因为我们很多在中国日常生活中使用场景都会能用到的东西，他们见都没见过。是。打个比方，你为什么要开一辆防弹汽车来我的国家？我想说，我为了安全，你信吗？我带个拇指相机，我说我拍摄第一视角的时候方便能解放双手，这你能理解吗？所以这些就是稍有不慎，就很可能会被扣一个间谍帽子抓起来。是，这个是在伊朗最大的问题。对，然后你每天看到他们挂不一样的旗，有红旗，有黑旗。当这个黑旗特别大的旗飘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很紧张的。其实这个时候是非常慌的，短短500公里被检查了16、17次，能理解啊。这个时候伊朗检查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到了晚上，我觉得伊朗变了。首先，突然有人不认这个我们中国和伊朗免签这个事儿，他不相信。因为我们中国人进伊朗，他不给盖章，他不需要给你盖章，因为怕我们比如以后去美国呀或者去其他国家有风险，他就保护我们。但是呢，这个问题这个指令他没有传达到给每一个人，所以有的人他不知道，他给我们抓起来了，直接第一上来就把手机没收了，然后把你的手机啊、车钥匙怕你跑，文件全扣了，护照全扣。进去以后，大铁门是锁上，电网直接开开，2米多高。然后进去以后又一大铁门，在里边一个审讯室，审讯室旁边就是牢房，旁边挂俩像，绿色的门倒插上一个桌子，所有人都出去，俩审讯的人往这一坐，我就感觉跟犯了什么罪一样，让我们俩跟这站着，是挨着个的问非常尖锐的问题，你过来干嘛来了？为什么这个时间要来？完了，你们都拍摄了什么东西？你们去没去过以色列？对，你们去没去过以色列？你们去没去过美国？都问这种非常尖锐的问题。因为这个时候是美国轰炸他们的核基地的第2天。对，这是第2天，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丢失信号了。对，外边具体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，里边是完全不可能让你知道什么情况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只能照实了说。
幸好我们所说的所有东西都有证据，而且都能对得上，算是有惊无险。就当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又被带走了。我之前视频也提过，吃了半截串，大兵直接拿着枪给我们俩顶走了，又顶在这又是一顿盘查。当天晚上我们两个其实心态是有点慌的。录完视频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，我车里有一架无人机，对，我第一时间把无人机就给撅碎了，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风险了。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旅游来讲，带一架无人机拍拍自己、拍拍车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很小的无人机，对，小无人机。但是这个时候的伊朗，如果要拿出无人机来的话，你说的你能理解的东西，他们理解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耀阳就快速的把无人机毁坏，而且还要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把它丢掉。我都怕我扔完了以后，清洁工检查出这些无人机，一查这酒店住俩老外，就是他们俩的，又抓起来了。是你都没法辩解。无法想象那种紧迫感，所以有很多人一直还在说，你们去伊朗的时候不是带了好多物资吗？为什么你们一直说你们一路上都没吃饭？为什么？没心情。我胃绞痛2次，就是第一次岳阳说我们抓进那个像是牢笼，对，牢房审讯室加上一个班房。第二次我们进到了军队的总部，进去以后军事基地直接关上，对，我直接胃痛到就是我感觉我都已经无法站起来了。他就旁边找了个座儿，对，完了呢，我说你先去坐里，我想说给他要点热水，我想不可能，他们现在怀疑我们是间谍，我先要把这事儿解释明白了才行。他们的人其实是，就感觉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的感觉，就是看谁都是间谍。对，他看谁都是间谍。我们走大街上打电话举报，开车就这么看着你打电话举报，吃饭干什么都打电话举报，轻则是过来询问，重则就给你带走。其实我现在想，我们还是运气非常的好，因为在这个时候随便给你扣一个帽子，起码得关个7、8天。真的，我们去德黑兰的路上，人说一检查，因为算是比较友好啊，对，人说对不起啊，说因为我们现在这特殊情况，我们在检查，检查完了以后发现我们这车是防弹的，说当时我马上得报告总部，我这儿发现一辆防弹汽车，就开始增援了。我增援部队就来了，在这都骑着摩托车的，这开着汽车的，拿着 AK9过来了。嘿呦！我说，你看啊，这时候我跟纳兰没慌，我跟人好好解释为什么有一辆防弹车。对，结果第二天你猜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第二天我们刚刚要退房，然后他们那个前台紧张兮兮的拿出了他的翻译器。他们这前台挺逗的啊，头天晚上是一个，第二天吃饭早餐是一个，我们 check out 的又是一个，这个人我见都没见过，直接过来拿了一串翻译字给我拿我看，我说纳兰你拍一下，纳兰。刚一拿出 no video， 完了之后呢，我说这样吧，你用我手机我能截图。我说你用我手机翻译，他拿我手机翻译，告诉说你们别进沙漠啊，进沙漠炸死你。我说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叫又炸了？完了告诉说，如果你进沙漠，就这片，给我们指这片沙漠，我的士兵会射杀你，不是我的，是士兵会射杀你，明白了？我们当时这心脏都突突，因为我们是沿着沙漠走，我想不走不行，出门就撞大黑旗。对，出门就看到大黑旗，完了摩托车骑又举报了，真的，完了我们前脚走，后脚警察就尾随，就看我们可能进不进去。所以就是说啊，这个，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这个防线。就是这样一点点塌掉的，真的是一直在这个。对。看看下一个问题。下一个问题是视频中第1集为什么我们没有从伊拉克的第1个海关过？是不是因为心疼钱？对，我发现我发第1以后，说哎，你们不差这点钱吗？说一定要给他，不是第一个事儿啊。我先说一下啊，因为我们一路上，我觉得伊拉克对我们关系都特别好。我们现在不针对别的，真的是个别人。伊拉克，我认为跟叙利亚的一些大马士革，他们这种友好程度是我们在整个中东见到最友好的。没错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，他觉得你这时候去伊朗，你可能就有很重要的事儿啊，他抓住我们可能要逃跑要逃命的这种感觉。对，要钱。要钱其实还好，有很多人，我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只要不是很过分的情况下，留下买路财，我们先买自己安全，没有问题。我去问他，我说哥们儿这多少钱？他跟我说这个手势等一等，他跟我说等10分钟，好，我等10分钟，我等了半个小时，
还不说多少钱。眼看伊朗的关口就要关了，对，因为这个伊朗的这关口，我提前1个月我就申请我要从这儿过，那根本没打呢。对，所有的资料早到了。对，只不过后来我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的车坏那儿10天啊，我走不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我还是来到这关口了，他卡着我，我就给他打字，我说这样不好，我们一路上宣传看到的伊拉克都是很好的一个情况，我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对，你这样是不是？其实我一上来我问他多少钱，他不说，他们真不说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不可能是一个小数目，会一个很大的数，很大的数。而且我觉得很大的数可能只是第一，第二步还要怎么难为还不确定。问题是他没给第二步机会，他上来直接说你那个章，你不销你过不去。结果呢，兄弟们你们都看了，根本没有什么章的事儿。根本不需要那个东西出境，入境需要，出境直接可以出去。以我们的经验，如果这个关口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，你再次哪怕你通过2天，哪怕真的有这个章，哪怕你成功了，你还有别的问题，你还是出不去。对，因为首先，他要想让你出去，根本没有这个事儿，他就出去了。对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把章敢销了，你在这儿。你不就是违法了？因为我们在这个关口已经引起了所有的大领导和各种领导的注意，你不可能那么容易通过。没错，所以根本就不是说几百美金能搞定的。1-2千美金你也搞不定。当时我们心里有一个预期，对，像这种情况是吧？我们就想保证一个安全、快速进入，您差不多就行，不说数，最后给我们逼到没有办法，另寻他法。对，看看下一个。下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隔这么久才更新？哦，这个啊，好多人说，哎，那你的什么6月22、6月23、6月24的那个时候，为什么你看到现在都7月份了，你才更新？不是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还在路上呢。第一个，整个伊朗没有网，哎，他整个把所有的内网，人家有内网啊，人家之间有内网，你用不了，相当于军号，老百姓用不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肯定也用不了啊。无论是国内手机还是当地手机，我们都没网，这没得说。所有酒店的 WiFi 全切，一个都用不了。是，所以虽然我们拍了资料，甭想传回去。然后等到土库曼斯坦更牛了，我们中国的手机带进去不能用。对，这个土库曼斯坦相当于是中亚的朝鲜，是它整个封闭了。所以你们知道，从你们看到的视频。到我们出来，真的已经隔了很长的时间，7-8天吧，因为我还要制作。我这一路到土库曼斯坦，我觉都不睡，我就给大家做，传不回去。是，没办法，只有到了乌兹别克第1集我才更新，所以里外里差了有个8天。所以希望大家能珍惜这一次我们拍摄的内容，因为确实是，可能这种情况一生只有一次。对，还有就比如像回复啊。我都回复不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开车，完了，一会儿有网，一会儿没网，一会儿根本就看不了。也谢谢大家，我看到有时候陆陆续续的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很关心我们，但是我们看到也很着急，无法传递给大家。对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？最后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定要带着纳兰？我老婆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，她是我老婆啊，明媒正娶的，穿越伊朗，她能不能先回国？完了。我们到底害怕不害怕？所以这个还是导致了车可以先放这儿，老婆可以先回国，要一个人去。其实我们在去之前啊，我们2个心里有动摇过，是有好大的动摇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次穿越的困难不是在于穿越本身，而在于一而再再而三，你一直鼓气，一直泄气，一直鼓气，一直泄气。因为在里边有很多未知数。第一个会不会被抓起来？第二会不会被炸死？对。第三会不会你去到，因为里边我们已经知道没信号了，在去之前我就知道没信号了，会不会迷路啊？会不会就是有人说你为什么有导航？因为我下离线。对。会不会有出现不可控的因素？会有。但是其实你们看我跟纳兰的风格，我们去阿富汗，我们去也门，我们去叙利亚。我们去很多的非洲的什么南苏丹、索马里、巴比亚、新几内亚，我们都去了。我们的性格就不会让我们去绕过去，本身也绕不过去，让我们退缩。还说哥们儿，我给把车扔这儿，我们俩飞回家，怎么的，死不死？我们俩不是这性格。确实，你们别看纳兰是个女生，她刚的时候很刚的，就是跳河一闭眼的感觉。你这是鲁夫。我们当然我们做了有详细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也有朋友去到里边了。就是肯定是有风险，但不是说处处你都不行了，一进去就改下油锅了，也不至于。
对，这不是我们还全选手坐在这儿吗？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环球的经验，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应对突发状况和问题的。还有就是我个人问你一个问题，好，就是在穿越伊朗的这72小时里面，你有没有怕过和后悔过？后悔真的没有，怕有一次，其实我被2次抓起来我都不怕，因为我能解释得清楚，我觉得我能搞定。对，只有那次穿越沙漠的时候，如果中间会来突发那个状况，比如掉一个导弹来讲，我就想我们的车 B6级防弹，只要不会直接命中车，隔个20米，隔个几十米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但是那一天我真的是腿肚子有点转筋，是因为所有的司机都像傻子一样，都没有信号。我们在跟司机交流的时候，司机他们也很慌张。但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是被直接警告的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会恐慌。对，确实会恐慌，因为我们特别怕我们走错的区域，可能就见不到大家了。没错，所以呢，你看啊，人说像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要拍摄视频。其实，第一，我们要留有所有的证据，你没有去那个不该去的地方，我们不是间谍。第二个，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伊朗的情况，同时记录一下我们72个小时这种亡命天涯回家，一路奔着我们祖国开的这种感受。没错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啊，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了聊，对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还得赶路，马上我们还要上路，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就要到达我们的国门了。我现在的内心已经无法言语了，真的，我这心情的激动，我都不知道我见到我们祖国的大兵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哭出来。加油，兄弟们啊！别的不说了，9个月了，终于要回家了。也希望大家这个能给我们加油，也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，对我们的关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